这里是嘉陵江旁边的一座小山，也是一座小城，是一座影响世界历史的奇迹之城。在大概700多年前，蒙古铁骑所向披靡，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。在当时，他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对手。结果他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了意外，这一座小城阻挡了他们36年之久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座小城蒙古铁骑一直没有攻破，还导致了蒙古的大汗，也就是当时相当于皇帝，战死在这一座城池下面，间接改变了13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。这就是钓鱼城，一个充满军事奇迹的地方。我们来看看钓鱼城里面有什么。它有城墙，有码头遗址，有关口、采石场、县衙、军营，还有卧佛，还有栈道等等。这就是一个军事城堡啊，挺大的。现在门票是60块钱，我已经买好了。往里面走，这个山上就属于钓鱼城的范围。有2部影视剧，相信大家都看过，《襄阳保卫战》，郭靖、黄蓉、杨过等等。这个地方的故事跟他们也是差不多。这个时候属于南宋末年，蒙古大军呢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算是没有对手。南宋呢算是节节败退。这个时候蒙古呢想统一全国，四川和重庆就必须拿下。那个时候陆路交通不那么方便，想进入西南，基本上是靠水路，长江、嘉陵江这一些。那蒙古大军呢就顺着江而下。那刚好这个钓鱼城呢是一个咽喉之地，是一个军事重镇，蒙古呢就必须拿下这个地方。在这里呢就爆发了战役。钓鱼城呢是因修筑在这个钓鱼山上而得名。传说呢，在远古有一个神仙，在这个嘉陵江旁边的山上钓鱼，以解百姓的困难。钓鱼山呢，因此得名。钓鱼城呢，峭壁千寻，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，嘉陵江、涪江、衢江三面环绕。正是因为它处在三江汇合的地方，这样的话才算是一个军事重镇，一个咽喉之地。是历史上的兵家雄关，也是驰名巴蜀的远古遗迹。今天我们来看钓鱼城，就是说发生在这里长达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。这场战争呢，不仅是南宋王朝与蒙古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战，更是改变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场战斗，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。钓鱼城呢，因此被阿拉伯人誉为东方麦加城，上帝择边处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这主要是在公元1258年，蒙古大汗，也就是相当于蒙古的皇帝，在征服了欧亚非40多个国家之后，开始分兵3路进攻南宋。蒙哥呢亲率一路军进犯重庆。原本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，在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的顽强抗击下，不能越迟半步。从公元1243年到公元1279年，整整守了36年。当然了，那个蒙古大汗是中间来的，就是他来之前，这里钓鱼城就已经发生战争了。双方呢，在这个弹丸之地展开殊死搏斗，浴血奋战，历经了大小战斗200余次。最终呢，蒙古大汗蒙哥在这个地方战死了。蒙哥一战死，他们内部呢就爆发了夺位战争，导致呢蒙古汗国从欧亚战场撤军。那这样的话就算是改变了历史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地图，为什么说钓鱼城这么重要呢？这是钓鱼城，下面呢是嘉陵江，我们在这一块，上面也是嘉陵江，左边是涪江，这一块是衢江，等于是三江交汇，刚好呢把钓鱼城包围了。在封建社会，陆路不那么好走，特别是云贵川山区比较多，那它就以水路为主。刚好呢，钓鱼城这一块呢，算是一个咽喉之地，扼守了水路。看这个地图就比较清晰了。当时南宋的官员、南宋的将军选择这个地方据地而守，有几方面的原因。一呢，这上面呢有很多良田，军民在这上面抵抗呢，也能够很好的生活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是一个咽喉之地，是一个战略要地。现在是开始上山了，在前方呢
还有一个关口，相当于是叫做城门，算是以前进去的必经之路。在那一块呢，为了安全，就是为了防御，还弄了一些栈道。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到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一块呢都是有树木，那么在当时这边绝对是没有的，因为本身钓鱼城是作为一个防御的重地，那这些树木一定会弄掉的。有树木能够躲藏嘛，没有树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。这说到树木啊，在以前100年前，或者说清朝的时候，再更早一点，基本上是看不到树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啊都是靠树木，大部分树木呢都被砍光了。这一块就是嘉陵江啊，非常漂亮，也非常宽广。我们经常说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两边呢有很多文明，那实际来讲，嘉陵江也是有的，特别是嘉陵江从陕西进入四川之后，从广元开始，两边岸边呢有很多东西的。我们之前看过广元的黄泽寺，或者是千佛崖，有很多唐朝或者是魏晋南北朝留下来的石刻、石像。过2天呢，就是看完钓鱼城，我们去离这里大概1个小时，还有一个宏伟的地下宫殿。钓鱼城公元1243年到公元1279年，总共是36年。这个时间表说的就是当时南宋末年在钓鱼城这一块抵抗蒙古大军36年的故事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，是一个码头遗址。就当年呢，想进入钓鱼城，就通过这一块过来。包括当时蒙古大军想要攻打钓鱼城，他也会从这个方向。所以说这里呢，当时是一个守卫重地，它遗址东西长400多米，南北最宽的地方70米。可能啊，当时蒙古大军他已经攻打上来这个平台了，这个码头上来了。刚刚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钓鱼城的历史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登山，去了解一下钓鱼城到底有什么，或者说凭什么能够阻挡蒙古大军36年之久。看一下路标，飞来寺、史官门、护国门，就是说上面有个寺庙，还有几个关口。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护国门了，也算是大门。总共这里好像是有8个关口，8个大门。因为整体的话，整个钓鱼城上面都是有那个城墙连起来的。说是钓鱼城，实际的话，它就是坐落在一座山上的军事重镇，或者说军事城墙。现在看到有树木，以前的话都是没有的，并且呢，以前没有这么好的道路，都是向旁边比较急的坡度，而且呢，它上面时时刻刻都有人防守，或者有一些陷阱。在这个山坡上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就刚好在这一块有2个巨大无比的石头，可能有上万吨呢，像是守卫一样，守护这个大门，守护前面的寺庙。这以前应该还有一些摩崖石刻在这一块。不知道这个石头是自然在这里的，还是谁弄在这里的？我感觉是自然的，要不然这么大的谁也搬不动啊。本身它这个算是一座石山，有石头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刚上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遗址啊，它这个叫做史官门遗址，就刚好是钓鱼城的一个关口。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好，刚好对着下面的嘉陵江，等于呢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。这是以前的那个道路，全部用石头铺成的，只不过呢是经过时代的变迁，很多石头没有了。从这里一直下去，估计啊，当时关口城门应该是在那个方向。确实是如此，刚好关口在这里，因为有关口，然后有个小道嘛，可以挡住。那么当时南宋和蒙古大军对战的时候，这里有很多士兵，包括江面上也有很多战船。现在是来到了旁边的悬崖处，
都是非常陡峭啊，只不过现在是树木挡住了。我们看这边就比较明显了，特别是前方基本上是垂直下去的。以前全部是光秃秃的，我们再说一遍，光秃秃的，如果是碰到下雨就更上不去。另外呢，就视线很好，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那边的情况，这样的话等于是互为犄角，这就是一些城门的作用啊，就是这些地方城门，然后挨着城墙，看远处可以实时的观察到敌情，提醒上方要怎么防御。走到半山腰，看到一个石牌坊，它是叫做富国名山石牌坊，高度呢是8米，宽度7米，4柱3门3楼，这看的是非常清晰了。仿木结构的，是明代万历时期的，上面几个字富国名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布政使写的。这个牌坊呢也是经过2次重修，一次呢是光绪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修的。前方才算是到达那个检票口啊，算是在半山腰。我刚才在奇怪呢，下面怎么没有检票口？一般我们都是在游客中心检嘛，这里有点不一样了。继续走，在这边看到一个城门，刚才看到一个遗址，那这一块是复原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它这个钓鱼城城门呢，并不是在一条上面，而应该算是层次感。这里是一道护卫的，刚才下面的也是一道，层层防守。在上面还能看到很高的那个石头墙啊，不知道当时的蒙古大军有没有攻打到这里。在旁边的崖壁上面还有很多摩崖石刻，特别是这一块呀，上帝之鞭，折此城下，说的就是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面。这个也是开创了一个历史，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了，可以说成是皇帝战死在前线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。蒙哥战死在这一块，算是改变了历史，因为当时谁也没想到，堂堂的蒙古大汗就相当于皇帝嘛，会战死在这个小小的钓鱼城下面。那后面呢，是忽必烈上台，他掌权了，建立了元朝。忽必烈的想法跟蒙哥的想法又是有点不一样啊。最近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视频，忽必烈呢称之为刘必烈，他完全是以那个中原为自己的基础，等于呢他还反过来去进攻蒙古。还有就是蒙哥战死之后，那些在欧亚征战的大军都调回来了，从而说这是改变了历史，特别是改变了欧亚的历史。下次呢，我们再介绍一下忽必烈的故事。那边呢，也是一些摩崖石刻。在这里啊，可以看到几个洞穴，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是不是很熟悉？我们之前在重庆中巷也看到这样的石洞。那这些啊，一般就是重庆或者四川这边称之为蛮子洞，也就是俗称的崖墓，都比较早啊，一般是汉朝时期的。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在重庆、四川、嘉陵江畔以及长江边上有很多这样的蛮子洞、崖墓。还有一颗井，宋井，这就是当时钓鱼城用水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城门，我估计啊，应该是复原的。旁边这些石头都是巨型条石堆放在这里的，这些可能是原版的，上面的可能是后期弄的。你像这些地方，这个关口门一关闭，想上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旁边都是绝壁，这都是有人守卫着的。这一块呢叫做史关门，是钓鱼城8座城门之一。尽管说这里是复制建造的，那可能跟原版的差不多。刚才我们在那一块呀，也看到有台阶下去的，所有的城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这个门也是非常厚啊，把这里一关闭，后面呢再放些石头，
敌人要打开这个城门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往上走，这就是一个通道。在当时呢，如果紧急情况的话，下面可能会多塞一点石头。过来之后就是城墙了，这都是后期修复的，原本的石头应该不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城墙嘛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一览无余啊。我们就不再重复这个树木的问题了。这一块有点像是马面，在这边能看到前方的情况。这些城墙高的地方都有5、6米啊。这边有道城墙，那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到的也有一个城门，那还是说的也有层次感。就是说，整个这个钓鱼城上面，它只要是能够善于防守或者可以利用防守的地方，都会修建那个城墙或者是城门的。这个城墙这一块呢有2个作用，上面的垛口是观察，下面呢是射击。钓鱼城是整体防御的，那在这种城墙上面一定有防御武器，这就是了。大家应该很熟悉了，在影视剧会经常看到，这叫抛石机。就比方说要攻打下面的敌人，他就把巨大的石头放在这里，或者是那种火球啊，点火起来的，放在这里，然后通过上面几个人绳子往下拉，这就抛起来了，等于是抛物线一样，砸到江面上的船只或者是下面的敌人那里，这种威力很大呀，就等于像现在的巨炮一样。是那个时候的巨炮。我猜想当时这个城墙上面好几个地方都会有这种抛石机，这个算是中间的防御，上面有。那到了顶部的平台那一块，应该也是有这种抛石机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巨大武器、巨型武器。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中间的平台，大家看一下，上面又是崖壁，从而说整个钓鱼城呢是有好几道防御的，上面也有城墙，也有防御的关口，这边都是啊，这就是钓鱼城的特点。很多依据山势构造的防御体系都是这样的，就敌人过了第1道关口，还有第2道，这也是钓鱼城能够抵抗36年的原因。在整个这个崖壁上面都有很多题刻，这是以前人们写的诗。这一幅大一点是明代嘉庆年间合川的那个县令写的，那旁边小一点呢是清朝的重庆知府写的。这古人的字啊写的是非常漂亮的，特别是当官的，因为在封建社会，科举考试，他字写的好不好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点。就是说，你如果字写的不好，基本上就一票否决了，你想考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看古代的留下来的文字啊，基本上都写的比较漂亮。有一个博物馆保存了一个清朝状元写的试卷呢，非常漂亮，就跟印刷的一样。你看。这墙壁上面全部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墨压石刻，每个字啊都是非常漂亮，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呀。英雄善古，光照千秋。这边太多了，这也是钓鱼城的一大看点了。历朝历代的人在这里留下了墨宝。在这里俯瞰嘉陵江，也是别有一番风景啊。河滩县城，那在当时，这个下面都是有士兵的，这一块有，上面也有，包括这个顶部也是有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弄了一个台阶出来，那么以前就是通过这里攀爬上去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凿的，很有可能是外面那个道路没有整理好，
这里修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走到这个上面看一下，包括那里还有一些防御的工事。所以说，整个钓鱼城都是防御工事。现在还算是属于在半山腰呢。这边写了护国门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口。现在这么好走，以前肯定是没有的。当时他构造这个防御体系，估计啊，就跟普通的山坡是一样的，真的挺陡峭的。以前呢，应该是这样的坡度下去。钓鱼城，这是清朝乾隆时期留下来的。前方又到了一个关口了，叫做护国门。在当时抵抗蒙古大军的时候，钓鱼城的8座城门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而护国门呢是最雄伟壮观的一道险关，它也是在钓鱼城的第2道防线上面。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城门可能是第1道防线呢，它右边就是嘉陵江。我们现在看这个道路是很好走的，那以前想要进入到这个城门，可不是走道路啊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里有很多孔，那这就是栈道的那个支撑的。那这里进出它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出来架桥，回去毁桥。就是你要出来的时候，就通过这个孔啊搭一个栈道，而你回去的时候往前走，就把这个栈道收掉，一直这样收到门口那里，那就等于这一块是一个悬崖一样的，你想上去就不可能了。这就是进出这个城门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些孔啊，现在还保留着，设计的是非常巧妙吧？那这些可能就是后期把它填埋的，以前都是没有的。这些孔还挺大的，差不多直径有15厘米左右。当时建造者确实挺有智慧的，就等于是这一块延伸到这么宽，全部是悬崖。当时呢，蒙古大军呢也想进去，第1道关口他们已经攻破了，在这里呀，就这一块，蒙古大军和南宋就是钓鱼城的守卫者，差不多在这一块发生了上百次的战斗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关口固若金汤，他们没有攻破。那这些栈道我们也可以称之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它修复和拆除主要呢就是避免敌人的趁虚而入。这个城门呢一直没有被攻破，可以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凶险之地。包括这个外面也能看到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肯定是复建的，原版的应该是有所损坏。这城门跟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史关门差不多，可以走上去看看。当时如果敌人一进攻，他们可能啊就在这个上面敲鼓，提醒大家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甚至说这上面的将军指挥者都在这里敲鼓都有可能啊。哦，这个有这个。有意思吧？在这一块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。现在就是道路，以前是没有啊。刚才说了，是悬崖栈道，它可以拆除的。这边也是有很高的城墙。这下面其实就是绝壁，看起来是没有多高啊。这主要是由于古代跟现代不一样。现在的那个武器厉害，那以前哪有那么多厉害的武器哦？你想要上来，基本是必须攀爬。那攀爬在上面以高制下是很容易的。这是第2道防线，就算当时这个城门攻破了，上面呢还有第3道防线，看到没有？也是有护栏的，等于啊它是层层防守。何况当时
这个护国门还没有被攻破。钓鱼城呢，固若金汤，一个地方守36年，这也创造了历史啊。说到这个钓鱼城，他们都直摇头，可以算是他们的伤心地。你想一想，所向披靡，打了欧亚大陆几十个国家，结果在小小的钓鱼城折戟沉沙了，而且还是大汗。这里发现一个题刻，这是蒋介石写的。当时1934年，在钓鱼城上面举办了一个训练班，蒋介石就写了一些字，艰苦卓绝，蒋中正写的。我们现在等于算是在第2层，上去了才是第3层。前面有个标识牌，有那个炮台遗址，还有那个飞檐洞遗址，去这边看一看。这边又看到一个抛石机了，比刚才看的更形象一点，有那个石头，有人操作，就这个人把石头放在这个斗里面，这边一拉就抛出去了。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御工具，也是攻击工具。在城上就是防御的，在下面往上可能就是攻击的。都是遗址，去探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如果要把这个城墙全部走完，等于就是把钓鱼城全部走完，那估计得1天的时间，边走边看，1天可能都走不完。这里呢叫做飞檐洞，刚好是在这个城墙下面，它是一道天然的石缝啊，也算是一个暗道，里面呢安静幽深，仅能容纳单人通过。在公元1259年，蒙古大汗蒙哥亲征钓鱼城，当时啊，他们的一个统帅就是攻打那个护国门，攻打的非常激烈。当时这个守将呢，一方面派人在护国门那里阻击，另外呢就派人从这个地方啊出去，然后两面夹击蒙古军队，把他们击败了一次。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啊，在下面是很难发现的。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些地方，沿着旁边晚上突袭过去的，白天可能他们下面能够看到。这确实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魅力啊！刚好整个这一块竟然是夹断的，留下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缝隙，让大家通过。了不起！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城墙了。以前都是光滑的石头啊，没有台阶的。再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钓鱼城，它的惊险程度、坚固程度。看，这全是光秃秃的石头，你说他想从下面上来，是不是非常困难呢？像这些城墙，把石头一堆积，加上天然的石壁，真的是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呢。估计整个钓鱼泉一圈都是如此。再往前走，又是防御武器。前方我们就不走了，差不多。这条道路以前是有的，它是叫做爬马道，贯穿全城的军事交通命脉。如果遇到军情，守城部队即可通过跑马道迅速到达战斗地点。整个这个差不多长度是8.5公里，宽度3米多，可以3匹马并排行驶。在这里看到一组雕像群，这一块呢是采石场，复原的采石的场景。当时在弄钓鱼城防御的时候，很多石头呢是从这一块开采的。当然，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其他地方也是有的。采石场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啊，
在古代大型那个建筑都会用到巨型的条石，那就需要采石场。你像这个就是先在一个地方选好位置，然后开始。在当时呢，可以说是妇女儿童齐上阵呢。男的在这里开采，女的呢可能就送一些茶，送一些饭过来。这些是弄好，然后挑出去，都是非常辛苦啊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把那些石头打磨，弄成条石，完成之后就挑出去，挑到城墙那里去堆放，都不容易啊。前方就是军营的遗址区，去看一看。有一点，我们说这样一个小小钓鱼城被围困了36年，里面的人怎么生活的？怎么有水源呢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就有水，因为它本身就靠近江嘛，山上有水也是可以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打造一些井。我们经常说，在山上一般是不缺水源的。这都是练兵场啊，训练场。这一块以前呢都是军营遗址区啊，他们可能是在这里训练，有一些可能就住在这附近。这就是钓鱼城的复原图。刚刚我们是从这里上去的，这等于是码头嘛，上面有几个关口。那我现在是在中间这个军营这里。整体看的话，这个钓鱼城全部都是有城墙的。看这个模型图也能得知啊，这个钓鱼城确实是很难攻打，因为它有天然的护城河。这样的话，骑兵就无法使用，以及无法大规模的攻城。我们右上角这一块呢，是当时蒙哥大汗视察的地方，最后被城墙上的炮弹炸伤，医治无效，最后呢是战死在钓鱼城下面。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来了，这是下面的城墙。这样看，嘉陵江还是挺远的，挺高的。这都是后期修复的，在700多年前。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当时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弄这些。下面的肯定是当时在弄，但整体的话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么规整、这么好看的。这边算是一个大的平台了，也叫做钓鱼台。在这个上面能够看到远处的风景啊。是驰名巴蜀的远古遗迹啊，算是一个大平台。一开始我们说钓鱼山的来历是由于远古巨神他在这里钓鱼，从而叫做钓鱼山。那实际的话是说，在很早以前，三江那个洪水泛滥，附近的老百姓呢就来到山上避难，但是由于人太多，饥饿难耐。那某一天呢，突然山上出现了一位巨神。他就在这里钓鱼，钓上来的让大家食用，而且是钓了很多。于是呢，钓鱼台、钓鱼山就这么由来了。刚好这一块呢，就紧挨着嘉陵江。这个下面还有千佛崖以及悬空卧佛，去看看。这下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很多摩崖石刻。这一块还有个卧佛。这是山上的泉水，叫做古洞流泉，从山里面流出来的，数百年从未干涸啊！那这个就是卧佛了，非常巨大呀！它是晚唐时期的，那到现在也有1000多年了。总共长度呢是11米，也是非常巨大呀。肩宽2米，唐朝能够保留下来。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也出现摩崖题刻了，这是说旁边的卧佛，一卧千古，是南宋理学家手笔。这边主要就是摩崖石刻，非常多，我们不用每个都看了。这边是九口锅遗址，实际的话是一个兵工厂了。差不多裸露的面积有1000平方米，是钓鱼城军民研磨火药原料和制作兵器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啊
为当时钓鱼城守卫提供了非常大的后勤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。这里产生的武器源源不断的支援旁边的前线、旁边的城墙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重要啊。如果没有介绍的话，还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感觉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平台，实际不是啊。到这里，我们就来说一下，总结一下钓鱼城为何能够阻挡蒙古大军36年之久。主要呢是他们利用了天险、地利以及呢立体防御，他们也能够自给自足，将善指挥、军民同心、气候等战略牵制等多重因素组成的军事奇迹。首先呢，就是地利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钓鱼城呢选址堪称完美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有嘉陵江在，抵消了蒙古骑兵的优势，就等于这3条河流啊是天然的护城河，也切断了他们陆路大兵团迂回。他们包围也不好包围，因为有那个嘉陵江作为护城河，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那里。另外呢，钓鱼城基本上都是绝壁，很多地方呢是垂直落差120到200米，骑兵呢无法展开，步兵呢攀爬极难。有嘉陵江在，他们也无法长期的封锁江面。另外呢，就是山上呢有水源，有良田，军民呢可以在上面种植东西。还有呢，有秘密通道，可以通过暗道、石洞这些组织夜间骑兵出击。还有呢，在城墙上面有大量的雷石、武器、抛石机等等。还有就是蒙古军队来自北方，不适应川东夏季酷暑、潮湿等那个自然因素，加上春夏呢又是阴雨多，使得他们工程器械失效，士兵的疲惫。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将军指挥也比较厉害。最后呢，就是他们的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，打击了他们的士气，导致呢他们后方有点不稳，有人要争夺那个汗位。最终呢，忽必烈胜利了，他就与钓鱼城的守军达成了协议。当打开钓鱼城的城门，忽必烈他们都惊讶到了，当时这个城上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士兵了。这些原因大概就是钓鱼城能够坚守36年的原因。那整个钓鱼城我们就参观完了，这个视频也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